一个31岁的体制内年轻女副处长，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拼了10年，好不容易跨越阶级改写的命运，居然在一夜之间被一个价值8万块钱的普通小区车位给砸了个粉碎。央媒前脚刚点名，不到24小时联合调查组的停职通报就砸到脸上了。但是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各位，这几天国内有个新闻天天挂在热搜上，那就是长沙体育局的彭女士霸占车位事件。外网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嗨，不就是个邻里纠纷吗？天天都有人乱停车，怎么这一回连央视网都要亲自下场，甚至直接甩出来一句，连车位都霸占，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这个话的分量，老体制内的人一听，后背心都要冒冷汗啊！这根本不是在聊交通违章了，这在指着鼻子骂特权思想。一个1995年出生，今年才31岁的女副处长，在体制内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结果呢，就因为在一场普通的车位纠纷里，把官气和傲慢给演到了极致，最后硬生生把一件小事做成了自己的职业终点站。那今天呢，咱们就顺着这个车位聊聊国内体制内那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官气。咱们先复盘一下这位彭副处长是怎么一步步把自个儿送上绝路的。那故事的起点呢，其实很搞笑。6月30号的晚上，这位彭女士开着自己的红色本田进了地下车库，她顺手就把这个车停在一个空位上。她不知道这个车位是业主闵先生花了8万块钱买下的产权车位。那凌晨3点钟，闵先生开着车回家了，一看这个车位被占了，车上也没有留电话，闵先生也是个硬茬，直接把自己的越野车往前面一横，把这本田死死堵在了前面。然后呢，联系物业，物业通过这个系统查了一下发现这辆车在停车系统里登记了一个假号码。物业又打了12123热线，交警就给这彭某某发了移车短信。那等到第二天的早上9点，彭某某才看到短信。这按理说你说这个时候要是换成咱们普通人呀，这第二天早上发现这车被堵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呢？那肯定是赶紧给人家赔不是呀，递根烟，说一声对不起我昨天晚上太累了，借停了一下。可是咱们这位彭副处长身体里面流淌那股子官气开始作祟了。他先是给物业打电话，拿到了闵先生的电话，打过去呢没人接，他就发了个短信说自己呢要去外地，后天才能回来。结果呢，到下午的2点钟闵先生其实已经把堵路的车给移走了，通知他赶紧挪车。那这个时候呢，这位彭女士开始玩消失了，玩特权阶层最擅长的拖字诀。闵先生前后催了5次这个彭女士呢，一会儿说自己在单位，一会儿又说自己要出差，结果呢，被人当场撞见，在这个小区里取车。你不是出差了吗？怎么在小区里溜达取东西呢？谎言被当场戳穿了，这要换成一般人脸都要红到脖子根去了吧。可是人家彭副处长稳如泰山改口甩出一句让人叹为观止的大白话，我睡在楼上，懒得下楼。各位，你们品品这句话这已经不是懒不懒的问题了，这就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不屑在他的逻辑里，我是市局的领导，你一个普通业主，我占一个车位怎么了？我懒得下楼，你就给我等着呗。那如果说彭副处长是用装死和撒谎载恶心人，那么他那个随后登场的男朋友就是纯粹往大火里疯狂泼汽油了。随着这个事情越闹越大现场的视频被全部曝光了。一个被称为眼镜男的关键人物彻底藏不住了。这官方通报也是写的明明白白这个男的叫雷某某，是彭某某的男朋友，而且巧了，他也是体育系统内的，在长沙体育训练竞赛管理中心当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看着吧斯斯文文的，文质彬彬的，可看过地库对峙视频的朋友眼珠子都要气冒烟了这哥们儿做的事跟斯文2个字完全不着边。7月1号的凌晨，矛盾刚升级的时候，这位雷某某接到女朋友的电话，急匆匆的开车赶到了地库。他一没问青红皂白，二没想好好沟通，二话不说，一打方向盘，直接把自己的车横在业主闵先生的越野车前面。你堵我女朋友，我就把你的车也堵得严严实实的。这一堵呢，就是好几个小时呀。在所有人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突然来了一台车。什么话没讲？一没有联系物业，第二没有联系派出所，第三没有联系到我车主的本人的情况下，他这个车就把我的车给堵住了。
那不仅如此呢，这个哥们儿全程举着手机，摄像头直接怼到闵先生的脸上，语气极度的嚣张啊，眼神里透着盛气凌人啊，嘴里面不停的挑衅，那个架势啊，像极了电影里的反派。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整个事情的升级。那事情闹到最后，闵先生是彻底怒了，直接买来了钢管，在车位四周焊了个铁笼子，把他的本田焊死在里面了。这一下彭副处长急了，他干了啥呢？他报了2次警，反咬了一口，说业主骚扰他。结果民警2次出警啊，调解下来呢，都是看了直摇头，判定他过错在先，必须先道歉。那直到7月10号的傍晚，眼看这个事情闹是全网皆知了，捂不住了呀。这位在单位里风光无限的副处长，才在调解现场当众是痛哭流涕，向闵先生道歉了，还手写了道歉信。可是晚了，就在他哭着签字的同时啊，头顶上的央媒已经把大棒抡下来了。很多人看到这儿会纳闷啊，一个31岁的女副处长到底是个多大的官啊，值得联合调查组连夜出通告，连他的祖宗18代都给公示出来了。各位，咱把这份官方通报剥开了看啊，里面全是中国体制内最硬核的现实。那通报里写的是清清楚楚啊，彭某某1995年出生，2017年参加工作，在宁乡的乡镇人民政府当了整整6年的普通科员。2023年通过市直机关的公开遴选，考进了长沙市体育局。那进去之后呢，像坐了火箭一样啊，2024年的4月升4级主任科员，5个月后，也就是2024年的9月，直接提拔成了产业处副处长。各位稍微懂一点国内体制人看到这个履历啊，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家庭孩子啊，通报里专门强调了啊，他爸妈呢都是普通的下岗职工，他能用6年时间在最基层最苦的乡镇熬出来，然后通过千里挑一的省市级遴选，一考定乾坤，杀进市局。进局里仅1年多，就跨过了无数老科员一辈子都跨不过去的坎儿啊，提拔成了副处长。这个速度啊，在体制内已经不能用年轻有为来形容了，这叫超级学霸呀，这叫拼命三娘，这叫打怪升级的行业天花板。也正因为如此啊，他身上那股官气和特权幻觉膨胀的太快了，他可能就觉得自己是百里挑一的精英，自己30岁就当上副处长，以后的前途不可估量啊。在单位里，可能下属对他是客客气气的，那外面求他办事的商人啊，对他点头哈腰的。久而久之啊，他就产生了一种致命的错觉，他觉得自己的权利和级别是可以带进私生活的。他觉得在小区的地下车库里，他依然是那个可以随意支配资源的彭副处长。所以呢，当一个普通的业主闵先生用最市井最硬核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车位产权时啊，他本能觉得受到了冒犯。你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敢跟我叫板啊？还敢用越野车堵我？他习惯性的用撒谎、拖延，甚至动用报警这种行政资源，试图去压服一个普通人。他忘记了最根本的一件事啊，体制内的权利是人民赋予你用来搞公共服务的，不是让你用来在地下车库抢占私人财产的。国内的通报最后一句写着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很多外网的网友会觉得，嗨，不就是停职检查吗？自罚3杯，回家休息2个月，等着风头过去了，换个科室接着当领导。哥们儿，你要是这么想，那你就太不了解现在的国内风向了。那对于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女干部来说，这份通报其实是连环降维打击的开端，后面跟着3大噩耗。第一个噩耗，纪委的核查是动真格的，根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公职人员违背社会公序良俗，造成大范围恶劣舆情的，罪行也是警告记过。而彭女士这一次是叠加了多重的从重情节，她撒谎被戳穿，还报假警浪费警力，最致命的是被央视网定性为特权思想。这个标签一旦贴上，纪委查下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回家睡大觉，降级撤职那是极大概率的。还有第二个噩耗，也是最残酷的，他的职业生涯彻底到头了。体制内提拔一个人，能力重要，但舆情和政治表现更重要。他花了10年的时间，在乡镇蜕掉几层皮，才攒下这点职业优势。因为一个车位，一瞬间清零了。从今往后，哪怕纪委不把他开除，他也永远失去了晋升的可能。核心业务不可能交棒给他，提拔名单里永远会把他自动过滤。一个曾经的政治明星，从此呢，只能在局里面最边缘的角落忍受着所有人异样的眼光，混吃等死。
这对于一个极度要强、极度享受权力带来的虚荣心的年轻干部来说，比杀他还难受啊！还有第3个噩耗，社会性死亡。他的个人履历、家庭背景、下岗职工的父母，全部被公示在了全网。那以后不管是出门坐地铁，还是去商场买衣服，只要别人一搜到他的名字，蹦出来的第一个关键词儿，永远是霸占车位、特权副处长。这个污点就会像烙印一样跟着他一辈子，连带着他的家人都要在熟人社会里抬不起头来。那回过头来看啊，这整件事的核心不过就是一个价值8万块钱的车位。在长达10天的时间里，彭副处长有着无数个机会可以体面地把车挪走。第一次收到短信的时候，下楼挪车，说声对不起啊，事就结了呀。第2次被当场抓住时，再认个错，赶紧把车开走，事也结了。可他偏不呀，他偏要用傲慢去对抗规则，用特权思维去藐视底层。结果呢，央媒点名，纪委核查，停职处分，前途尽毁。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中间仅仅隔了不到24小时。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网络舆论和高层对于这种小官傲慢的特权病容忍度早就已经降到了负数。那些还在体制内沾沾自喜，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年轻人们，彭副处长这个车位就是最血淋淋的警装。那各位看完这一出因为一个车位引发的体制内明星陨落记，你觉得官方这一次雷厉风行的大义灭亲，到底是在整顿体制内的特权风气，还是这位彭副处长运气不好，他刚好撞在了枪口上呢？咱们评论区聊聊。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